当松下平吉扯着破锣一般的嗓子，随着原唱放声高歌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身边出现了一道人影。还没等他回过神来，他整个人就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他只能惊恐地看着叶晨，整个人显得慌乱至极。叶晨不知道他会不会中文，但想到这些在科考船工作的日本人，受教育程度至少也应该是大学，所以英语肯定能听懂一些，所以便准备直接给他来上一道心理暗示，然后用英语向他提问。可真当他做心理暗示的时候，他才震惊不已地发现，这个人的识海之中已经有了一道暗示。修士叶晨整个人忽然间警惕起来，南极大陆有除了自己之外的修士，那这个人一定就是那个到了乌斯怀亚之后便从帝王系统中失踪的3大长老之一了吧。前些日子就在叶晨出发前往南极大陆的时候，帝王系统发现3大长老中的一人已经到了乌斯怀亚。当时叶晨还担心过这个人是不是在追踪自己，不过后来便再没了此人的消息。他并不知道吴柏林为了来南极大陆，没有再使用任何公共交通，而是通过渔船去了科考船出港的航道上，借机会登上了这艘日本科考船。不过现在叶晨看到这日本船员已经被做了心理暗示，立刻就猜出了那位长老赶来南极大陆的途径就是自己所处的这艘科考船。科考船既然在这里搁浅，那就证明对方早就已经抵达南极，而日本科考队最近的大动作想来也全在他的控制之下。这一刻叶晨心中很是担忧，他不知道那位长老来南极大陆究竟是什么目的，是来找自己，找林婉儿，还是另有其他意图。他想通过眼前这个日本人问个清楚，可一想到他已经被做了心理暗示，心中又不免担忧。心理暗示这种东西是没办法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自己如果想让这个日本人听命于自己的话，就必须将那位长老留下的心理暗示抹去。虽然吴柏林的实力比叶晨强很多，但灵气对他来说毕竟也非常珍贵，所以他在对这些普通人做心理暗示的时候也只是点到即止，并没有浪费太多灵气。只要叶晨用更强的灵气，就能将他留下的暗示抹去。可是这样也有一个很大的风险，一旦那位长老回来，一旦他见到这个人，很可能会察觉到对方的异常。就算自己到时候还让这个日本人对他言听计从，但他如果仔细查探，也会发现对方识海的心理暗示已经有所不同。这就像每个人都认识自己的字迹，其他人模仿自己的字迹去骗第三方或许没问题，但肯定骗不到本人。很快叶晨又意识到自己现在似乎已经进退两难，做心理暗示有可能会被对方发现，如果不做心理暗示，那只能杀掉这个日本人，否则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向对方汇报。可是杀掉他也依旧有很大隐患，一个被下了心理暗示的人不可能自杀，不可能自己失踪，如果他失踪了，那背后一定另有其人，对方说不定已经把整艘船的人全部都做了心理暗示，这就注定了他们之间不会自相残杀。所以无论是杀掉或者让这个日本人失踪，对方也会意识到危险。思前想后，叶晨还是决定冒险试一试心理暗示，这样起码还有骗过对方的机会。而且这艘科考船想来并不是对方搜寻南极大陆的大本营，或许对方不会再亲自过来，那样的话也就不会存在被发现的风险。于是叶晨立刻做出决定，用更强的灵气抹除了松下平吉的心理暗示，然后又重新下了一道。待自己的心理暗示生效，叶晨便开口用英文询问，你之前留守在这里是奉了谁的命令？松下平吉立刻说道，我是奉了广寒真人之命。广寒真人？叶晨心中疑惑，从手机里找出那位在乌斯怀亚失踪的破青会长老，展示给对方看过之后，问他，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松下平吉立刻点了点头，没错，就是他。
这位就是广寒真人。他的回答对叶晨来说并不意外，于是他又问，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松下平吉回答，真人此刻应该在无寒宫。无寒宫在哪里？吴柏林自封广寒真人之后，就将这些日本人都当做了自己的奴仆，所以他专门命局地航平通告了所有人关于科考站改名以及自己自封广寒真人的事情。所以松下平吉早就收到了指令。面对叶晨的提问，他如实说道，无寒宫就是日本在南极大陆的昭和科考站，只是被真人改了名字。叶晨一时觉得哭笑不得，这位长老玩心倒是挺大，还给日本科考站改了个这么中二的名字，看来心里也很想像吴飞燕那样当一派之主。随后叶晨又问他，那个广寒真人最近来过这里吗？没有，松下平吉说，自从他登陆前往科考站之后就没再过来，不过他前几天派人过来运了一些物资过去。叶晨继续问，你知道他在南极要做什么吗？不太清楚，松下平吉回答道，我只听说现在真人派出好几辆雪地车和一架直升机，正在用冰雷达扫描整个南极大陆。冰雷达是做什么的？松下平吉道，是扫描冰盖下方结构的，探测深度在2000到4000米上下，可以探明冰盖下方的地貌和结构。冰盖下，叶晨不由皱了皱眉，那位长老让这些日本人探寻冰盖下面，看来他应该不知道自己和林婉儿也在这里。可是这南极冰盖有什么好探寻的？这不是几百万年前就已经成型了吗？在这里怕是连个恐龙化石也不可能找得到。他问松下平吉，你知道他在找什么吗？不清楚，松下平吉说，我只知道他们现在每天都在外面勘探。无寒宫的燃料消耗严重，他们需要从我们的油舱里运输一些船用柴油过去，不过按照他们的消耗速度，用不了多久，我们船上的燃料也会告急，别说不够支撑到夏天冻海融化，恐怕连这个冬天都熬不过去。叶晨皱眉问道，如果没有燃料，你们是不是只有死路一条？对啊，松下平吉轻描淡写道，如果燃料告急，我们撑不过2天就会被冻死。叶晨心中暗叹，这长老看来也是个草菅人命的刽子手，为了达成他的目的，根本不管这些人的死活，甚至还在加速这些人的死亡。他心中一下也变得更加好奇，那个人在南极到底要找什么？